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上面临着许多的困难，俄罗斯专家为何不断地发出警告？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近期，俄乌两军在乌克兰战场上的冲突并未取得明显的进展。乌克兰方面曾经传出，乌军已经在赫尔松方向将1000多名俄军包了饺子，然而最后证明这是个假消息。而俄军在顿巴斯地区的进攻也未取得实质性的突破，战场态势让外界看起来迷雾重重。不过，我们从乌克兰方面的态度呢，也能窥探一二。最近，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媒体访问时表示，乌克兰不会与俄罗斯进行谈判，如果乌方不夺回领土，却与俄罗斯停火，这只会让俄罗斯获得喘息的机会，导致冲突拖延更长的时间。而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顾问也确认，乌军在获胜之后才会与俄罗斯谈判。那么，乌克兰的底气何来呢？依据泽连斯基的说法，乌军现在每天的伤亡人数已经下降到了100到200人。西方援助的武器开始逐渐发挥作用，特别是美国提供的海马斯火箭炮，先后打击了100多个关键性目标。而且，美国的最高军事将领米利上将确认，海马斯没有遭到损失。当然，这仅仅是其一面之词。按照俄罗斯媒体最近的报道，他们已经消灭了多套海马斯火箭炮系统。英国的对外情报局军情六处最近呢一直在鼓动乌军展开反攻。据英国情报部门估计，俄军将在未来几周内失去动力，因为俄军损失的兵力已经接近6万人。那么，俄罗斯军队到底是不是真的出现了严重问题呢？可能问题并不严重，但是呢，也并非没有问题。比如，俄军开始招聘50到65岁的老年人参军，甚至把在北方自导驻守的俄军调入乌克兰战场。要注意，这可不是轮战，而是抽调。这些都能证明俄军面临的兵力不足的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在这里，我们需要关注2位俄罗斯专家的观点。一位是曾经一手主导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的功臣斯特列尔科夫，他近日罕见地对俄乌冲突发出了战败的警告。斯特列尔科夫在电视上称，俄军将很快面临奉天时刻，也就是指的日俄战争中俄军在奉天会战中的惨败。俄乌力量平衡将有利于乌克兰。斯特列尔科夫还怒骂普京政府，说出了侮辱性极强的话。因为在俄乌冲突战场上，俄军目前正处于停滞状态的情况下，俄罗斯还在大规模的花钱搞庆祝海军日的活动。在这样的情况下，斯特列尔科夫称，目前乌克兰军队几乎离开了塞维尔斯克，近2个星期以来，他们每天都在离开。而俄罗斯军队已经占领了新卢甘斯克的一半，正在清理乌克兰最大的热电厂。而这些现象足以让俄罗斯民众和总统保持一切按计划进行，敌人即将被击败的印象。然而，残酷的现实是，俄罗斯国防部队前线那些缺乏必要补充物资的部队所做出的回应非常有限，只是傻傻的等着。而乌克兰军队正在秋季到来之前积蓄力量，能够让俄罗斯的武装部队面临严重的失败。斯特列尔科夫认为，现在奉天时刻已经不远了。他指出，乌克兰作战力量正在缓慢但稳定地增长着，而俄罗斯军队在缓慢地减少，而且是在没有正常补充大量新鲜储备的情况下不断减少。总有一天，力量的天平会急剧摆动，有利于敌人而不是俄军。俄罗斯的分析家萨姆索洛夫、亚历山大最近撰文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说，现阶段俄罗斯在乌克兰只能投入10到20万的地面兵力，这是因为俄军的职业化体制和动员机制限制了兵员的规模，再加上俄罗斯的国土面积过大，从而造成兵力过分分散的后果。相比较而言，乌克兰已经拥有了60万人以上的军队，在人数规模上是俄罗斯军队的4到5倍。这些军人虽然素养不高，但是只要时间拉长，就会变成有经验的战士。而俄罗斯军队目前仅仅在空军、坦克和火炮数量上有优势，而乌克兰军队在兵力、火炮信息化和反坦克火力上有优势。随着西方武器装备的不断到来，俄军的硬件优势
将会被削弱。俄专家称，乌克兰凭借人数的优势，正在逐步增加前线的反攻力量，特别是在赫尔松和扎波罗热等地集结兵力，对城市和村庄发动小规模的恐怖袭击，并伺机进行大规模的反扑。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面临的困难，与历史上的克里米亚战争和日俄战争非常相似。在1853年至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沙俄军队以10到25万人对决英法土联军的20万人，因为兵力不足，只能采取添油战术，最后死亡了10多万人。日俄战争期间，俄军因为补给线过长，也只能进行添油式的增援，最终日军在陆地和海上都将俄罗斯军队击败。俄第1、第2太平洋舰队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萨姆索洛夫称，这一幕在现在的乌克兰似乎又在重演。俄罗斯军队因为兵力不足，正在更长的战线上陷入被动。时间越往后，乌克兰军队就有可能越强大。力量逆转之时，俄罗斯就可能被逼着签订对自己不利的和平条约。那么，俄罗斯军队将如何克服在乌克兰兵力不足的问题呢？俄乌两军的实力又会如何演变呢？恐怕还需要子弹再飞一会儿。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